前面那个傻子儿杵着干嘛？归队呀！这是何地？周围这些举止怪异之人究竟是谁？你真是的耳朵聋了是吧？究竟想不想干？赶紧滚进流民队里边！竟然把我当成了流民，我好歹也是辽东广宁前屯卫，负责镇守中后所南墩的总旗官，岂是尔等无官身之人可以随意辱骂？放肆！你是何人，敢对本官无礼？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本官定让你后悔来这世上。我去，若非身处片场，我还真就被这小子给唬住了。天哪，这兄弟入戏太深了！群头，把人带走！虽不知脑残和神经病究竟何意，但肯定是在骂我。算了，兄弟，忍一时风平浪静。这可是标准的百户绰绰，此人如此年轻便已是百户，想必是跟我一样承升了父辈官绅。卑职苏焕，见过百户大人。兄弟，你可真能演啊！兄弟，咱就是拍戏混口饭，别较真儿。冯导消消气，别跟咱们这种小群演计较嘛。原来是严哥啊，您可是正儿八经的特约，跟那些没名没姓的群演可不一样。什么特约不特约的，也就是稍微大一点的群演，不过是混口饭吃。你呢，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我个面子。今天这2场戏就让我带着他，反正我身边也缺个亲卫。哼，这小子可真能演。成吧，既然严哥你开了口，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不过你可得把他管教好，千万别捣乱。放心，冯导，带新人我有的是经验。大人有何吩咐？这小子是不是魔怔了？行了，兄弟，我不是导演，用不着在我面前试戏。我叫萧炎，你待会儿换身衣服就跟着我吧。此地陌生，方才我一不小心便来到这里，正愁没人指引，卑职全凭百户大人安排。得嘞，今天碰上个戏痴。今天这2场戏，你跟着我，就当我身旁亲卫，不必说话。卑职遵命。哎呦喂，都下午1点了，穿这身铁甲跟蒸安鱼似的，整整4个多小时才演完这第1场戏，真是折腾人。我说兄弟，你这整整2个多小时，可谓是尽忠职守，寸步不离啊，完全进入亲卫的角色了。苏兄弟，坐下歇会儿吧，喝点水。多谢百户大人赏赐。得，我现在又累又渴，压根懒得说叫你了，就当你是入戏太深吧。此水甘甜，世间少有。行了，别那么认真。你们普通群演一天不就是120块吗？像我这种特约，演个普通角色，一天也就拿个300块。你这么拼命，搞得我这拿300的都不好意思了。对了，小苏，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刚才我看你演亲卫，举手投足还真像那么回事。大人的话单听能懂，凑长官问话不答便是大不敬。回百户大人，属下乃世袭辽东军户总旗，虽未曾当过亲卫，但也知晓规矩。至于您说的学校毕业，属下不太明白，还望大人明示。以前倒是听说过有人因长时间当群演，一不小心落下心理疾病的，想必这小子的情况应该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类了，直接把戏当成了人生。放饭！放饭？这一不打仗二不出征，晌午怎么会放饭？要知道，即便是百户，平日里也只吃早晚2顿而已，想吃饱吃好，也只得自掏腰包。大人先歇着，属下去帮您盛来。你拿不到2份盒饭的，还是我去，你歇着吧。大人，这如何使得？歇着吧，今天你比我累。啥时候高高在上的百户大人如此体恤过属下？若是能在此人手下当值，该有多好啊！哈哈，今天伙食不错，我一口气拿了4份。苏兄弟这体格，应该能吃2份吧？属下今日辰时便吃过了，还不是很饿。辰时就是早上7点，如今过去6个钟头，怎么可能不饿？大人，这可是千户守备的餐食，真是给我等吃的吗？要知道，我朝军队等级森严，餐食同样有规制。百户以下每日只能吃2顿，几乎见不到荤腥。只有到了千户把总以上，每日标准才是3顿，能有少量荤腥。若是僭越被上官知晓，定会扣个大不敬之罪啊！我说苏兄弟啊，咱们当群演不就是为了这剧组盒饭吗？别想那么多，吃饱了下午还有场戏要演。牛肉不错，这厨子肯定是南翔毕业。竟然有牛肉，如此好的伙食，一般而言只会发生在有去无回的决战之前。难道老秦？看着这碗浑酒，我就想起3年前，我爹受命去大凌河的前一天，也带回来一大碗油汪汪的肉菜。这些大事，咱们普通人哪里理解得了？我想不明白，干脆就不去想。我当只关心我爹的安危。
可我爹生不见人，寻不到半点踪迹。我足足找了1年，几经波折，才彻底确信他老人家早就没命了。朝廷给的抚恤呢，就这区1两多碎银，外加110斤早就发了霉的糙米。我爹付出的一切，就值这点东西。为了承袭他这总旗之职，我这几个月几乎跑断了腿。上边的官老爷既不同意，也不拒绝，一直拖着。大人受苦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先祖留下的世袭官职，咱们无论如何不能丢啊！是啊，绝对不能丢。要是丢了，我将来有什么面目去见泉下有知的父亲？为了疏通关系，我散尽家财，就差砸锅卖铁了。可是老秦，你听听外头，手底下5支小旗，近50号兄弟，还有他们那一大子家眷的生计，全需要我去操控。粮饷、军备，零零总总的窟窿，压得我真是快喘不过气来了。遥想当年我爹当总旗官的时候，我也没见他过得如此艰难，真不知道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还愣着干嘛？吃啊！先别想以后的事儿，吃饱了再说。百户大人教训的是，吃饱了再说。这牛肉竟如此美味多汁，这大米饭怎会这般软弹香甜？这一口下肚，我只觉浑身上下都涌出了一股使不完的力量。原来千户大人们平日里吃的居然是这种神仙饭食，能发下这等丰盛的伙食，此账肯定不小，多半是九死一生了。不过今日能吃上这么一顿饱饭，便是死又有何惧？这家伙的盒饭难道跟我的不一样？加餐了？我的妈呀！剩下这半盒我是真吃不下去了。我说苏兄弟啊，你这是有多久没吃饭了？饿成这样。回大人的话，辰时一刻刚吃过。哦，看来你是真饿了。就你这种吃相，即便不在这儿当群演，去当个吃播也绝对能吃喝不愁吧？你能把这10块钱的破盒饭吃出米其林大餐的既视感，信不信？要是开个直播，那些维哥大哥大嫂分分钟就是几发火箭刷屏教你做人。大人说的词卑职听不懂，不过这饭确实好吃。痛快！我现在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就凭这顿饭，一会儿即便是面对后金的那些悍勇敌兵，卑职也敢拍着胸脯保证，定能以1打10。天哪，3分多钟，整整2份盒饭，苏兄弟你可真能吃啊！嘿嘿，让大人您见笑了，实在是这饭食太过美味，属下吃下素相多有失礼之处，还请大人海涵。不客气不客气，你吃的是剧组的盒饭，又不是吃我的，有啥好失礼的？苏兄弟，这份也没动过，你还能吃吗？还能。百户大人恕罪，这是上官特意赏赐给您的口粮，属下身份低微，岂敢僭越抢夺大人的恩赐？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能吃是福，赶紧趁热吃吧。多谢百户大人，卑职看出大人是真心实意赏赐，那卑职就不客气了。肚子里有了底子，总算没那么心慌了，这口饭也能慢慢品出滋味了。说起来，以前我当兵那会儿，跟你现在的饭量也差不多。每次高强度训练之后啊，简直就跟饿死鬼脱生似的，饿得眼睛发绿，恨不得一口气吃下一整头牛。是啊，大人，您这话说到卑职心坎里了。卑职以前跟着父亲，每在校场操练结束，那也是饿得心里发慌，四肢3软。真不瞒您说，那时候饿极了眼，哪怕是看见路边麦田里干枯的秸秆，我都恨不得直接扑上去啃上几口填肚子。啃秸秆？我说兄弟，都什么年代了，咱们这儿还有穷成这样的地方吗？即便平时不能顿大鱼肉，但现在最起码揭不开锅，冰箱里速冻饺子或者下点清水拔面也行啊。虽说不至于吃得多好，好歹能填饱肚子吧。至于说这是谁造成的，除了老天爷降下的灾荒，还不就是上头那些层层克扣的管事之人吗？这种事上下皆知，早就默认为之了，谁敢去说个道理？大人您今日这般询问，想必也是体恤下属。无论如何，多谢大人体恤，卑职乃是辽东世袭的军户，如今现居于中后所城外以南5里的南墩堡。不是大兄弟，我没问你戏里演的这个角色，我是问你现实中到底住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乡、哪个村？你们那儿的村干部如此不作为，瞧瞧把你给饿成什么样了都！你把地址报给我，你看我马上打举报电话，举不举报他就完了。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大人，若是胆敢举报上官，便绝对没人能落得个好下场啊！轻则上头随便一道军令，就能将你调往前线最危险之地，让你直面后金敌兵去送死；重则直接让人下黑手，让你悄无声息的成为一具失踪人口啊！回大人，卑职确实是辽东世袭军户，现居于中后所城外以南5里的南墩堡，有腰牌为证。卑职逐身一人倒无所谓，大不了一死了之。唯独大人您不能因为此等小事白白误了前程，所以举报一事，望大人三思。这种芝麻绿豆的群演官，居然也能蛮横到这种地步，瞧把这孩子吓的，入戏太深了吧？光是一块破牛皮腰牌，怎么可能忽悠得了我？把你身份证拿来看看。身份证是何物啊？卑职并无此物，莫非是朝廷统计人口的新规？你说你是辽东军户，那便是东北人。这里可是热省横店，距离东北有多远你知道吗？嘿嘿嘿，你可别说你是走路过来的，你觉得我傻是吗？难怪到了此地顿感气候温润，稍微活动几下便大汗淋漓。原来此地竟然是南方粤省。大人，军规森严，卑职擅离职守，如今该如何是好啊？哼，跟我较劲儿是吧？行，今天我非得揭穿你不可。半个小时了，无论我怎么引导、套话，甚至是威胁，他都咬死自己是崇祯7年的人。小苏，你这不会是高仿吧？禀大人，私铸钱币可是夷三族的死罪，卑职岂敢干这种事？若是大人您喜欢，卑职愿赠与大人。这是你的钱，我不要。
这么说，苏焕，你真来自崇祯7年的辽东？回大人，千真万确，卑职敢以项上人头担保。那么你刚才是真想砍了那冯刚喽？若非大人您拦着，此人早已身首异处。狗日的冯刚，老子救他一条狗命，他真该请我喝酒。这大个子是真的会杀人的。你先甭管穿越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我，你是如何来到的这里？说仔细点。卑职明白，原本卑职是驾着牛车去忠厚所城催拖欠了好几月的粮饷，怎料粮饷没拿到，牛车还被扣押，卑职不敢与上官争辩，只能打道炮回。刚出城没多久，路数狭窄的山沟，卑职滑便滚落下去。接着眼前白光一闪，卑职不知为何便到了此地。不信大人你看，这腰牌想必应该不简单吧？大人果真慧眼如炬，此腰牌乃是程祖爷当年赐下的，用以褒奖我苏家先祖功勋。苏兄弟，能不能给我看一看？有何不可？大人请随意。百户大人，您这是何意啊？如果不出我所料，是你的血激活了你这祖传妖牌的穿越之力。你现在将妖牌死死握在手中，心里默念，回去试试看。百户大人，您莫不是在开玩笑？此计真的可行吗？不管行不行，只有试过才知道。听我的，赶紧！不过你要是真能回去了，一定要记住，在那边再默念一次回来，懂了吗？卑职明白。我操！大变活人，竟然真的穿回去了！成了，老子成了！以后再也不用当什么狗屁特约了，老子要发财了！怎么还不回来？苏焕这家伙，该不会一去不复返了吧？你要是跑了，老子的赚钱大计怎么办？此地又是何处？不会两边都回不去了吧？回大明朝！这鬼天气真是比往年都要冷啊！这是要冻死人吗？好啊，能回来就好，只要能回来，老子就不用在那头当逃兵了。萧百户还在等着我，得回去。好兄弟啊，你差点没把哥给吓死，我还以为你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大人，托大人的福，卑职幸不辱命，平安而回了。快，你跟我进一步确定一下，你刚才踏回的那块地界，确定是崇祯7年，错不了。大人，还是来时的那处小山沟，冷气还是那个冷气。好，兄弟啊，咱们这回真的要发了。大人，卑职愚钝，不知大人所言何意？苏兄弟，你今年22，我26，哥哥我今天就托个大，以后咱们私底下不分官职，就以兄弟相称，如何？大人抬爱，卑职受宠若惊，一切全凭大人安排。苏兄弟，实话告诉你，不管你听了之后信还是不信，你现在来到的是距离你那个时代将近400年以后的世界。还有，你心中的大明朝会在1644年，也就是你那边的10年之后，彻底灭亡。大哥，这种话你也敢说？妄议国祚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啊！我大明朝虽然目前兵荒马乱，势头稍弱，但两京13省的兵马加起来何止100万，怎么可能10年之内就亡了国？绝对不可能！哎，兄弟，哥哥我知道你忠君爱国，恨不得为朝廷肝脑涂度，但大明的灭亡不是一个贪官1-2场败仗导致，那是经年累月的积弊层层叠加，诸多问题集中爆发才酿成的结局。我就问你最实在的，可要是上面让你饿肚子，没衣服穿，没军械补充，甚至连战马都要自己掏腰包去养，光凭这一腔爱国心，你觉得兄弟们真能挡得住骁勇善战的关外敌军吗？没钱没粮，卑职去催了几次，都要不回该有的粮饷。以往还能指望地里那点收成勉强填饱肚子，可这2年雨水越来越少，天却一天比一天冷，粮食产量年年跌。大哥，你告诉我实话，最后到底是不是关外势力入关，终结了明朝统治？真正冲进北京城，逼得皇上自尽，覆灭大明王朝的是李自成，但最终一统天下，建立新王朝的是清军。他们定国号为清，执掌天下200余年。什么？清军不过数万精兵，我大明坐拥亿万百姓，他们常年征战，真的能治理好这偌大天下吗？我中原万千子民怎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江山就此易主？你们朝廷里的那些官老爷，当初一门心思只想先清剿内部流寇，根本没把关外的边防隐患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关外势力人口稀少，充其量只是边境小患，等平定了内部战乱，随时都能腾出手彻底解决。所以当年卢相力主坚守边防，抵御外敌，不仅没能推行方略，反而处处受到朝堂掣走打压。诚然，关外势力能够逐步壮大，和当时部分商贾私通边境输送资源脱不了干系，但这些都不是王朝更迭的核心原因。老弟，关外势力起家之时，根基薄弱，形势激进，征战扩张之际杀伐极重，对中原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再加上当时不少明军将领临阵倒归，顺续新朝，助力对方平定天下。也正是靠着各方势力的更迭交融，清朝才能稳稳。我汉家大好江山，岂能就此易主？我不信，我不信！走吧，兄弟，别在这暗自纠结了。你随我来，我有的是办法证明给你看。大哥，你刚才不是说下午还有场重要的戏要演吗？咱们这就要走。演戏而已，不值一提。如今我手握双向穿越的绝佳机缘，定能闯出一番天大的事业。
何必再为了微薄薪资看人脸色屈身演戏？嘿嘿，老弟啊，你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呢，你本身就是我最大的机缘，堪称一座无人知晓的金山银山，你懂吗？只要你以后乖乖听大哥的话，跟着我好好做事，大哥不仅能让你富甲一方，衣食无忧，还能助你在大明步步高升，身居总兵、总督的高位，甚至是问鼎至尊，执掌天下。大哥，以后这样的话，请你休要再提。我苏家世世代代深受皇恩，我苏焕虽只是粗人，也读圣贤书，岂能干无君无父、大逆不道之事？这家伙，我就开个玩笑而已，至于这么苦大仇深吗？不过刚才那话也是我对他的试探，如果这小子真有反骨想夺权，那我以后帮他还真得留个心眼儿。后世史书对崇祯评价争议很大，有的记载偏负面，说他不懂治国，擅杀忠臣。但真实的崇祯一心想当中兴之丁。史书记载，他比洪武皇帝还要勤勉，他生活简朴，龙袍穿烂了都舍不得换，由王后亲手缝补。这样的皇帝，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昏君，未免有失公允。至少他以身殉国，宁死不降，守住了帝王最后的气节。苏兄，哈哈哈，可以啊，老弟，没看出来你竟如此忠君爱国，有这份心，为兄以后能放100个心的助你。真的吗，大哥？那您方才为何要说那种大逆不道的话？当然是真的，方才我逗你玩呢，就是考验你的底色。好了，赶紧你把这身破棉甲脱了，演戏次要，办正事要紧。哎呦，可算卸下来了，整个人都轻了。大哥，这么厚实精良的棉铠甲，您当真就这么扔了？不要了。死沉死沉的，留着干嘛？这甲胄在我世界里，连复合弓和子弹都挡不住。再说，这是剧组道具公物，不能私拿。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喜欢甲胄，等赚大钱，哥哥给你定制一套顶级手工明光铠，如何？明光铠？大哥，你没胡话吧？那可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宝贝，你能弄来？必须的，别说唐太宗的，你们成祖爷朱棣的同款，我也能整一套，仿制的，比你这身破烂强100倍。这是哪个组的群演还没卸妆啊？老天爷，这建筑竟高耸至此！那些长着4个轮子的铁盒跑得极快，估计骑上辽东最好的战马也难追上。还有那2个轮子的电瓶车，同样疾驰如风，来去去自如。大哥，400年后的女子衣着打扮竟如此不拘小节，妆容艳丽也就罢了，这般穿着在我们那时实在是太过出格了。哎呦，非礼勿视，羞煞人也，羞煞人也啊！怕什么？这是当下的穿衣风格而已，放宽心便是。神经病啊！一直盯着看。哈哈哈哈哈哈！喏，这个立着的珠子叫路灯，晚上自己会发光；那个小块叫手机，能隔着千里之外与人通话，看见对方模样。大哥，这么多汽车！方才你说如今没有帝王，那难道这天下的百姓家家户户都有车吗？咱们国家人口10多亿，自然做不到人人都有车。不过如今百姓想要买车并不难，你看那些二手车辆，便宜的也就几千块钱。10多亿人，我的老天爷，买车容易倒也罢了，400年后的华夏竟有如此多子民，每日得耗费多少粮食才能养活？放在大明实在难以想象。兄弟上车吧，咱们先回我的住处。大哥，您这汽车看着内部宽敞，只是这外形着实算不上好看。旁人嫌弃也就算了，你这位从古而来的朋友竟也瞧不上他？怎么你还挑上了？这可是一代神车，人送外号秋名山排水区之王。哎呀，跟你说不明白，上车啊，老弟，别耽搁了。车呢，哥哥我只是暂时性代步，等以后咱们有了钱，就换大 G 或者大劳。放心，大哥，若是有了钱，小弟定让你开上那啥大 G。车这玩意儿不过就是个代步工具罢了，若是能靠着咱俩真正帮助到那方受苦受难的百姓，别说大 G，就算我天天开50宏光，那开什么车也根本不重要。从刚才一直到现在，这一路上竟然没看到一名饿倒在路上的人。这里人人都能吃饱穿暖，还听大哥说，如今不少人为了身形好看，还会刻意节制饮食，这样的事在我们那边真是不可思议。大哥，跟这边的百姓百相比，我们活得实在是太苦了。谁说不是啊，兄弟？不过咱们这边其实也是近几十年才一步步逐渐富裕起来的，以前也过过苦日子。那么兄弟，你想不想让那边的百姓也过上好日子？想。若是能让那边的明朝百姓过上好日子，苏某纵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不至于，兄弟，别动不动就粉身碎骨的。要让明朝的百姓立刻过上400年后的这种生活，这个肯定不现实。但是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吃饱饭，这事儿对咱们来说还是很容易实现的。真的吗，大哥？只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对他们来说，这便是顶好的日子了。放心，兄弟，这事儿包在哥哥身上。后世有几款高产作物，土豆、红薯还有玉米，这些全都能随便买到种子，而且耕种十分简单，只要有足够资金，筹措粮食并不是难事。兄弟啊，要想实现咱们这个理想，首先第一条，你必须得好好活着。你若出事了，明朝那边跟这里的联系可就彻底断了，届时你所有的理想抱负全都是一场空。大哥教训的是，小弟一定留得有用之身，绝不轻易以身犯险。对了，兄弟，你刚才在树林里好像说过，你可以随意进入那个所谓的白色空间，对吧？明白，大哥。
能在这400年后的奇异世界认识这样一位处处为我着想的大哥，真是我苏焕天大的幸事。有了这活生生的穿越者做后盾，明朝的资源、历史的红利，只要操作得当，这将是一盘惊天大棋的开局。我尼玛，老子前脚刚走，后脚就开除我，这效率可真不是盖的。网剧联合会，这圈子里有这个组织吗？唬谁呢？大哥，您方才说啥？小弟没听清。没说什么。哦，对了，兄弟，你刚才去过的那个白色空间，它究竟有多大？有多大？小弟确实不知，反正感觉很大很大，往四周看去，根本看不到边界，看不到边界。这不就是说，苏焕这家伙现在随身携带了一个无限大的系统空间吗？有搞头，太他妈有搞头了！怎么了，大哥？你这车坏了吗？你车才坏了呢，兄弟啊！你知道你这个能装活人还能无限大的白色空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吗？小弟愚钝，实在不知，请大哥明示。行，那我换个方式问你，行军打仗开打之前先得干嘛？当然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肯定是先筹备粮草，安排民夫运输。不错，不愧是总旗世家出身。那么，如今你有了这个无限大的白色空间，你以后行军打仗时，你打算用它来干嘛？小弟打算在里边铺一张床，里边温度适宜，不冷不热，日后行军困乏时，正好可以进去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铺床睡觉？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觉得跟这家伙合作，前路可能会有些坎坷。老弟啊，咱们能不能把格局打开？别光想着睡觉成吗？那我问你，若是今后行军打仗，你再也不用担心粮草运输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运输途中的粮草损耗，更不用担心粮草诛重在半路上被人劫掠抢夺。那么请问阁下，你又该如何应对？若真不用担心粮草问题，那打仗便会变得十分简单。咱们将官便无需分心于后勤，只需全心全意考虑如何列阵对敌即可。厉害，一点就透。你再想想，你那个白色空间，温度适宜，不冷不热，这岂不是全天下最理想的粮草储存之地？对啊，大哥之言着实让小弟茅塞顿开啊！若将所有重要的粮食辎重全部存放在那白色空间里，那行军打仗时便再也无需征调大批民夫和甲兵去护送，在路上也不会产生任何磨边损耗，还能从根子上杜绝下面那些狗官的层层贪墨，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啊！最重要的是，更不用担心被敌人奇袭粮道，烧毁粮草了。说得好 ，bro！ 以后采买粮食、购置辎重的事儿便全交给哥哥我来办，你就在那边安安心心的招兵买马，建功立业。小弟全凭大哥吩咐。不过大哥，您以后激动的时候，能不能拍您自己的大腿啊？抱歉啊，兄弟，方才是哥哥我太过激动，一时忘记拍的是谁的腿了，下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哈。对了，大哥，您方才不是说要先去您府上吗？观此地这般喧闹，应该不是居住的地方吧？不错，老弟，你方才不是说你出城去催粮饷，结果一无所获，还差点没命吗？大哥现在就带你去把那笔粮饷先给补上。大哥在这400年后的日子，恐怕过得也并不算多富贵，否则他堂堂一个百户，又怎会在大热的天跑去给人当那啥跑龙套呢？大哥，您其实不必如此破费，咱们墩子里其实还有些存粮，弟兄们勒紧裤腰带，尚能坚持些时日。跟我客气啥？你虽身为总旗官，但年岁小，资历又浅。这趟出来，若是空着手拿不回粮饷，回去你拿什么服众？服不服众倒是其次，大明的军规我可清楚。倘若发生所辖士兵逃亡，只要超过3人，这总营就得降为小旗。要是再耽误了军屯种田，他这官就算是当到头了，我的计划还怎么搞？话虽如此，但是大哥您也不富裕啊。而且咱们在车上不是说好的吗？等我先回去淘换些大明的值钱古董物件，交与你换成园子，然后咱们再行购买粮食嘛。时不我待啊，兄弟！你既然身为总持，就得学会怎么笼络人心。如今这个世道就是你收拢人心最管用、最好的手段。而且那玩意儿在我这边的世界真不值什么钱，待会儿到了地方你就瞧好吧。就这体质，还总旗世家出身呢，做个武林红光都能晕车，真够丢人呐！当初花几千块买这辆2手破车，图的就是个经济实惠、空间大。现在看来，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这拉货能力杠杠的。大哥，方才多有失礼了，实在是因为您刚才那一下子甩得太猛，让小弟脏腑翻涌，有些猝不及防。没事，兄弟，只要你没吐在我的车里，你就算是个有慧根的好同志。闲话少说，谈正事。粮食方面，你们那边的军户平时通常吃些什么？原本按照朝廷的规制，咱们普通边军一日应该是早晚2顿，要么是糙米饭，要么是杂粮面饼，再配些腌制的咸萝卜啥的就饭。可今年年景不好，
收成比去年还要低得多。小弟这次离开墩子来秀之前，兄弟们就只剩下2吨稀的见底的杂粮稀粥了，全靠那口水勉强维持着一口气。以前在史书上读到明末饥荒，当时看的时候只觉得是个遥远的故事，可现在看着苏焕这副模样，我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连保卫边疆的刀把子都吃不饱，普通老百姓该怎么活，简直不敢想。好了，兄弟，过去的事儿别想了。以目前为兄手里这点微薄的积蓄，暂时只能帮你解决你手底下那50口人的吃喝问题。你也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来，总有一天，你会让全大明的百姓都能踏踏实实吃上一口饱饭。哎，打住打住，走吧，兄弟。哥哥我天生泪点就低，你可别在这大马路上掉金肚子害我啊！老板娘，哟，两位帅哥，来点什么？这种毫无瑕疵、晶莹如玉的大米，这种绝白如雪、香气扑鼻的细面。大哥，咱们还是买糙妹吧，这里的粮食太金贵了，断不是我这种粗人能吃得起的。糙妹在那儿，你自己过去看看，问问老板娘多少钱一斤。糙妹比白米贵1倍啊，要5块2一斤，白米就便宜多了，2块多3块出头的都有。这怎么可能？虽说不知这块和斤具体是何等计量校位，但这5和2孰大孰小，我还是分得清的。这么好，这么白净的大米，怎么可能比那难以下咽的糙米还要便宜这么多？这世道反了吗？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以后你慢慢便知道了。老板娘，你们这店里最便宜的大米和白面分别能做到多少钱一斤？最便宜的大米是东北稻花香，2块1毛5一斤，白面最便宜的那种是1块9一斤，怎么嫌贵啊？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我这次买的量非常大，米和面至少每样给我来1000斤。这么多哦，帅哥，你是帮那些建筑工地上的大食堂采买对吧？我就说嘛，也只有那些地方才专门挑最便宜的米面买。这老板娘脑补能力真强，还挺贴心，倒是省下我费劲编瞎话解释了。对，老板娘真是慧眼如炬。我那工地上干的都是些粗活的工人兄弟，他们干一天活累得要死，不讲究什么口感好不好，只要吃着没病健康，最重要的是能吃饱就行。这个简单嘛，有些存放在仓库里放了2年左右的陈粮，除了煮出来口感稍微差一些没那么香之外，我保证吃着绝对健康安全放心。我跟你说哈，帅哥，这些存放2年以上的陈粮，平时大多是卖给养殖场、饲料厂的，价格特别低，量大最划算。真巧了，我仓库那儿刚好还压着几吨这种陈粮没处理掉，今儿个算是便宜帅哥你了，这价格绝对让你满意。别介意哈，兄弟，老板娘这是跟咱们开玩笑打比方呢，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不会的，大哥，您不必介怀。这兵荒马乱的乱世里，可不就是连那些富贵人家养的一条狗都不如吗？若是能用这些粮让手底下那50个兄弟吃上一口饱饭活下去，被人指着鼻子说几句又能怎样？吓死爹了！我真怕他一言不合直接拔出腰上的绣春刀把老板娘给劈了。废话少说，老板娘你就直说吧，这种陈粮的米面现在最低分别是多少钱一斤？啊，这个今天这2000斤粮食仅仅只是个开始，若是今天价格公道，后续你仓库里那些陈粮我全包了。真的吗，帅哥？像我这种做粮食批发生意的，这每年积压下来临近保质期的大量米面可真是个大麻烦，要么只能求爷爷告奶奶的捆绑批发给那些路边小餐馆或者食品加工厂，要么只能血亏处理，拉去饲料厂加工成牲畜饲料。正发愁这一仓库的粮食该怎么处置呢，没想到这生意自己送上门了。当然是真的，不然我闲得慌用得着大老远上你这儿来买吗？丑话说在前面，不过这价格方面你必须给我个最公道的实价，别想宰我，回去我可是会拿着你的报价去货比3家的。行，这样吧，帅哥，我仓库里那些米面都是放了2年以上，但绝对还不到3年的粮食，保管你拆开看，颗颗粒粒都不霉不潮，我就只收你个良心成本价。大米1块3一斤，面粉1块1一斤，这价格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怎么样？大哥，要不咱们只买面粉吧，1块1呢，便宜好些钱。糊涂！咱们工地干的全是出大力的活，光让兄弟们吃面粉这一种粮食怎么行？营养跟得上吗？我肖某人别的不管，但一定要让我的工友弟兄们吃得健康康、舒舒服服。我呸！你小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真想要健康让兄弟吃得好，你倒是掏钱去买新粮啊！跑我这儿来买2年前的陈化粮，装什么大钱姿色？这不要脸的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样吧，一口价，大米1块，面粉8毛，这数字多吉利啊！你发我也发，行就行，不行拉倒，怎么样？哎呦喂，不是啊，帅哥，天底下哪有你这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呀？你这简直是抢劫啊！我们这米面生意本来就是本厚利薄的苦差事，一斤也就赚个毛毛钱，你这一刀下去，连我的骨头渣子都快砍没了呀！可不能这样砍价呀！反正这偌大的维田农贸市场又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做粮食批发生意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没关系，老板娘，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您留步，我再去别家转转看。哎，不是，怎么这小子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你倒是再区再跟我拉扯2句啊！你再坚持一下，我这不就卖了吗？哎呀呀呀，回来，帅哥你快回来！算我今天倒霉，就按你说的价格卖你了。
哎呦，老板娘，这价格真的行，不会太勉强您吧？这倒不会，帅哥，你对你那些个兄弟工友如此重情重义，我这做生意的，就算亏掉底裤，也得成全你这份仗义，不是吗？收款成功1800元。1000斤大米加上1000斤面粉，总共才花了1800块钱。感情在这个满是陈化粮的批发市场里，我这点本来少得可怜的积蓄，购买力居然如此强悍。老板娘，刚才算差了量，大米和白面每样再给我各自追加1000斤。好嘞，帅哥，马上给您安排装车。一次只能运走1000斤，不然这车要压坏了。多谢大哥，有了这些粮食，忠厚所南敦的兄弟们便能过上几天好日子了。自家兄弟，不必客气。那么大哥，咱们走吧，这就回您府上。回啥回？我萧某人说过的话，一口唾沫一颗定。我不但要让弟兄们吃饱，还得让他们吃好。走，咱们再去市场里面买些副食。这如何使得？方才买粮已经让大哥您大大的破费了。我这人啊，没别的毛病，就是最看不惯自家兄弟受苦。少废话，咱们继续。老板，这坨肥的怎么卖？我的天，这猪身上最值钱的部位便是这肥膘啊！就因为它油水最足，最能解馋。其余的部位，包括那些猪杂碎和瘦肉，可是远远不及这肥膘值钱的。大哥，这肥膘便算了吧，太金贵了，不如咱们买些大肠和排骨凑合凑合，这2样应该便宜些。便宜？便宜？老子好歹也是怀揣5位数身家的有钱人，平日里逛超市都尚且无法做到大肠排骨自由，你们这群连饭都吃不起的边军，想啥美事呢？还想吃肥肠，还想吃排骨？兄弟，我早就说过了，要让弟兄们吃好，哥哥我就一定说到做到，就买它。大哥，您对我等实在是太好了，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啊！开个玩笑哈，兄弟，别当真。其实，在我们这边，这肥膘是最便宜的，所以咱们就买这玩意儿。大哥真会说笑，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便宜？这分明是大哥心疼我们，故意编出来的宽慰之言罢了。我说二位帅哥，你们搁这演戏呢？到底究竟想买什么？别废话，就买这坨。买多少？我还要问你呢，你有多少？就案板上这么点破肉，够谁吃的？好家伙，口气不小，看这架势，应该是附近建筑工地食堂的采购主管。他们这种地方对廉价肥料的需求量极大。生意来了，嘿嘿，帅哥，原来是个大主顾。我那后头冻库里头存着的肥料，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管够。这样啊，那是不是全都跟这坨一样？表面上连一丁点红色的瘦肉都看不到？放心吧，帅哥，要是在我这儿挑出哪怕一丝瘦肉，我这王字倒着写，保证兄弟们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飙出来的油，绝不塞牙。不错，直说吧，多少钱一斤？我今天先来个500斤，拉回去给工地上润一润肚肠。500斤，全吃这纯肥的，你不怕把人给溺死啊？溺死？在那种地方被肥肉溺死，总比啃树枝吃观音土强1万倍吧？不是你管我怎么吃呢？你到底卖不卖？你要是不卖，我可转身就去别家了。卖啊！有生意不做，我不是傻圈吗？这样吧，咱们交个朋友，5块钱一斤给你，我算是吃点大亏了。4块。这价合适的话，我现在立马就拿走500斤。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小子敢还价，我就敢卖。你人长得这么帅，可不行说话不算话啊！我这就去冻库给你拉货。草率了，还价还是还高了。我去！快，都搬出来！微信收款2000元。又拿下500斤极品肥膘，我的银行卡余额居然依旧只是受了点轻微的脾胃伤。这钱呐，真他喵的太金花了！才3块一斤，来200斤，来400斤。这么多物资补件，哪怕是在大明朝，就算上面足额补全了拖欠的全部粮饷，我也绝不可能买到哪怕这其中1半的东西。大哥对我南敦堡的弟兄可谓是恩同在藏啊！大哥，够了，这些真的已经足够了。大哥对我等如此掏心掏肺，我怎能不知好歹？再这么买下去，大哥怕不得倾家荡产啊？不是吧？买了大米、面粉、肥肉、盐巴、榨菜、花生米，还有白酒，买了这么多能堆成山的东西，竟然总共才花了不到7800块钱。转炉烤鸭，刚刚出炉的转炉烤鸭，只要15块钱一只，皮脆肉嫩，不好吃不要钱。这肯定是瞌睡遇上了软枕头啊！唉，老板，便宜点，我买的量可是很大的，再便宜就真的没利润了，买多少都是这个一口价。
我买50只。50只，这数量把我自己这儿的全卖了都不够，我还得去隔壁摊位或者总店调货。这么折腾下来，同样赚不了几个钱。抱歉啊，帅哥，这价钱真便宜不了。想想也是，15块钱就能吃上一整只带肉的鸭子，这价格已经便宜的离谱了。我还想怎样往下压？兄弟，吃鸭屁股吗？大哥，这般油水丰足的好肉，难道鸭屁股不能吃吗？这样吧，老板，既然价格便宜不了，鸭子咱们就按15块钱一只原价算。但是这盆里所有的鸭屁股，你得当大头全送给我。没问题，反正这堆鸭屁股也没人要，都当废料处理，送你了。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买米喂狗，买鸭屁股也喂狗，不是做生意怎么能这么说话？太不尊重人了。鸭屁股怎么了？我就爱吃这个，不行吗？好吃，好吃啊，大哥，这真乃人间美味，是吧？我就说这鸭屁股确实不错，又香又解馋，还愣着干嘛呀？赶紧的，把你这儿所有的鸭子全部1分为2装好，然后把这些鸭屁股一个不落全部给我打包。好嘞！喂，老李，赶紧把你家烤鸭全送过来。兄弟，还别说，以前穷的时候没体会过，今天才发现，这大手大脚花钱清空别人库存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儿爽啊！难怪现在那些妹子一心情不好就爱去疯狂购物消费，这特妈确实减压啊！还有你那个白色空间，简直是太逆天太便利了，这要是去拉货，能省多少油钱和运费啊！对了，兄弟，我得极其郑重的警告你一件事儿，你有这个逆天空间这件事儿，不管是在我这边的现代社会，还是在你们明朝那边，绝对千万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否则的话，一旦走漏半点风声，你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全天下所有势力的眼睛都会死死盯上你，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小弟明白，我爹在世时便曾经教导过我，怀璧其罪时在内。大哥方士，这些秘密只能天知地知，你我兄弟2人知晓，绝不会有第3人知晓半分。你有这样的觉悟最好，反正这种核心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咱们兄弟俩以后的宏图大业才能走得越顺利。行了，东西也买齐了，走吧，咱们先回我家。回去之后，我得让你看一些重要的视频。何为视频啊，大哥？你等会儿看过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些视频对你以后的路至关重要，你不得不看。全凭大哥恩重安排，我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哥要对我聪如山，恨不得立马飞回明朝给弟兄们送粮食救命。但既然大哥说那视频非看不可，那我便先听大哥的。等回了家，我就给他看从1634年崇祯7年开始一直到近代的各种历史纪录片，必须得让苏焕对大明的灭亡、对华夏大地的历史走向有个清晰的认知。只有喷明的主次建立起轻轻孰重、分清立纲领，知道我们该先对付什么，先保住什么。不然到了那边两眼一抹黑，兄弟俩劲儿不往一处使，迟早得出乱子。只有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咱们才能少走弯路。大哥，方才我将烤鸭放入那白色空间里边时，突然发现里面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咋了？是不是那个空间突然缩小了，装不下了？难道是空间直接消失了？咱们买的东西全没了！不是老弟，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里面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赶紧说话呀！急死我了！完了！最差的情况肯定就是空间崩溃消失，所有砸进去的物资全被虚空吞噬了。钱没了我不在乎，再去跑龙套转就是了。可这逆天的随身空间要是没了，我刚才规划的那些黄土业岂不是全都成了放屁？你别告诉我，就因为这空间能保温，把你吓成这副德行。大哥，不只是保温这么简单，您再仔细看看这烤鸭，这鸭子也没变异啊，腿还是2条，翅膀也是俩，这没啥不一样的。哎呦，大哥，您这眼神真还得再练练。您没看见这口袋上少了些东西吗？我操，上面的字呢？那花里胡哨的转炉烤鸭4个字哪儿去了？是啊，大哥，小弟也不知为何，这口袋上的字竟凭空没了。刚刚我在里面查探，不仅是这装烤鸭的口袋，还有装大米和白面的化肥袋子，装花生的袋子，甚至连那装酒的塑料瓶身，只要是这些东西刚一装进那白色空间里，上面印着的所有字迹，还有那些鲜艳的彩色图案，立马便如同冰雪消融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说你小子，以后说话能不能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老子刚才差点被你吓出心肌梗塞，你知道吗？我还以为空间塌了呢。这包装上的字没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要是你带着印着现代简体字和商标的袋子回大明朝，被人看见了怎么解释？现在字儿全没了，干干净净，以后你在明朝那边随意拿出来示人，也不会引起多少怀疑。苏焕这觉醒的空间竟然如此智能贴心，居然还能自动识别并清除疑似的时空违和线索，真特么是件神级外挂呀！哈哈，不错，还是大哥聪明机智，思虑周全。我咋这么笨，居然连这层干系都没能想到？切，不是大哥跟你吹牛，就我这脑子，要是抠出来上称摇一摇，绝对比你重2斤。你必须要记住，全我这边的化工塑料包装的，你们大明朝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以后你把物资拿出来用过之后，这些塑料包装必须全部给我偷偷收回到空间里。若是遇到紧急情况无法收回，便立刻找个没人的地方，用火一把将它烧得干干净净，绝不能留下把柄。小弟一定谨记大哥教诲，绝不留话，记住了吗？